一张树叶，很像桑蚕叶。这个岛就是伯罗奔尼撒半岛啊。那这个雅典在这里，我们去的这片群岛啊，圣岛的话呢，还在这边下面一点。这个，然后呢，我们今天要去，就说，我们会在这个地方啊，经过一个这个运河，这个运河呢叫科林斯运河。原来这个地方，要船只想要到这边来的话，它必须绕这个岛走一圈啊。所以当时有人们觉得这样比较费时了哈，所以就有工程师想到了一招，说这个小小的这个脖子这个地方，我把它撕开，撕开以后船就直接可以从这里经过这儿，通过这个海峡直接就到这边。这边呢叫亚奥尼亚海群，这边也有个群岛，这里最有名的大家可能都有听说过，叫科孚岛。科孚岛呢，原来一直是这个威尼斯占领的地方啊。有去过奥地利、听过茜茜公主、看过茜茜公主片子的，可能还依然记得这个科孚岛。科孚岛的话呢，它实际上是很像一个欧式的这个岛屿。那这个对面到意大利就很近啊。哇，怎么办？这个呢，要讲到的就是奥德修斯啊。为什么？因为就是很深厚的历史啦。在特洛伊战争当中，最伟大的希腊英雄之一，荷马的史诗《奥德赛》，他在特洛伊战争之后返乡的一个冒险的故事啊。先进的奥德赛在英文里面，它表示的是什么 ？Odyssey， 漫长又刺激的旅程呢。所以 Odyssey 这个名称呢，也被Honda汽车拿来当做一个汽车品牌也是源自于什么？特洛伊战争中伟大的希腊英雄哦。现在来到的是什么？科林斯运河，连接塞罗尼克湾以及克林提亚湾，是爱琴海群岛当中通往爱奥尼亚群岛及意大利的一个捷径想象不到吧这么古老以前就有运河了。它也是雅典通往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大门。所以我们站在横跨柯林斯地峡的铁桥之上，就可以欣赏到这个大概有80公尺、宽20公尺，狭长深水道你看看以前的人多厉害，这条水道就从这边可以从这边就通往哪边？爱奥尼亚群岛我刚刚说过了，爱琴海的那个群岛太多了那通往什么那边的伟大的罗马那十分壮观克林斯运河于西元1829年开始企划，1882年由法国公司开凿，1893年由希腊完成。运河狭窄，非常的狭窄是旅游的一个焦点将这个连接希腊与伯罗尼撒半岛地峡开通的想法，其实好久以前都有的。直到罗马的几位皇帝才开始认真的研究这个运河呢，有6939码，河床的宽度呢有756码，如同什么苏伊士运河，这也是变成这里非常重要的一个景观你看从上面拍下去，那种感觉，有没有？人类还是很伟大的人类其实跟蚂蚁一样，辛勤的工作，一堆人经过历史的变迁变革，就挖凿出了这么伟大的运河其实在希腊真的有很深厚的历史存在在这边如果对于希腊
古文明很有兴趣的人来到希腊，哇 ，happy 的不得了啊！那如果你对历史没有兴趣的，希腊的风景呢，也让你坠入爱琴海。我们看到了前面的古城之后，古运河之后，我们现在来到了曼西尼古城了。那几乎每到伯罗奔尼撒半岛来玩的游客呢，都会来到曼西尼来参观。因为什么？因为它这里最深的历史在这儿。曼西尼最有名、最强大的领导人呢，就是呢阿伽曼农在他统治的时候呢，使得曼西尼获得了黄金城的美誉啊。所以来到希腊，如果有机会走到曼西尼古镇，就会来看看它的历史。曼西尼位于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阿尔格斯平原之上啊。你要更清楚的来说它就坐落在科林斯跟阿尔格斯之间在这个地方呢比较偏一点啊。那这个地理位置呢，看完之后呢，我们就会看到了2个世纪迈锡尼人在山上建筑的大型的这个堡垒啊。堡垒除了拥有巨大的出入口之外呢，后门跟隐藏在东门的小门还可以看得到运河。我们差不多站在这个位置，待会会通过1号走进它的主神门就是城门它的主门就是从1号，然后呢，我们会走上去，走到这个最顶上8号这个位置呢，是他们皇宫所在的位置那17号这个地方是他们的后门，如果有什么紧急的情况，有变故的话呢，他们可以通过后门从山上走掉大家看到的这个虚框的这一圈是他们用当地的岩石垒起来的城墙我们现在还能看到全部用岩石垒起来的这个堡垒这个堡垒有巨大的出入口那出入口也就是来到迈锡尼古镇非常有名的狮子门Lion Gate， 还有它的后门跟隐藏在东面的小门外，还有挖至地下水道的秘密通道林林总总打造出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坚实的堡垒作为具体对于迈锡尼在13世纪最具威胁性侵略者的防御，把这个整个古堡垒建起来你看他们的这个古堡垒有没有 Lion Gate 就是狮子门我们从这狮子门进去，看那个石头多大一块在迈锡尼时期呢，王爵的坟墓呢被建造得越来越华丽，比较旧式的坟墓群被石板环绕着，建成类似于潜水井或者是什么蓄水池一般的形状。后期除了用石板环转的封闭之外呢，还这个在外面呢会做上雕塑作为装饰，让这个远远在雅典卫城外所挖掘到的环状王陵属于这个晚期的坟墓类型所以在这里呢，可以见证到迈锡尼时期古城还有什么它的坟墓群在这个地方盖的呢也非常的伟大迈锡尼的宫殿着实存在的是储存的黄金跟珠宝的宝库，所以这里所在那个改叫做黄金城黄金城，因为这里所在以前就是唱这个黄金的唱珠宝的这个时阵呢，那个时阵珠宝啦，还有坟墓外向呢，象征的君主威信的符文呢所保护着就是这些珠宝跟坟墓都是呢被保护着的这些默默的存放在坟墓当中的宝物，在后来挖掘当中被发现到，其实跟克里特岛的精致程度呢，哇，竟然是不相上下的有鉴于呢消失的这个黄金城，希腊的迈锡尼古城，希腊一个让人无法抗拒的国度。而这里另外一个爱琴海文明金三角之一的迈锡尼古城，也是一个哇不得了的地方。希腊著名的古诗人就叫是什么荷马，荷马史诗当中所写的就是也是我们今天去土耳其会看到的特洛伊古城，那一个地方也见证了爱琴海文化，也是希腊当时攻打这个土耳其
的一个，当时当然比较土耳其啦，的一个历史见证荷马发表希腊神话及世界7大奇迹之一位的伟大人物。荷马史诗的记载，我们现在参访的这个迈锡尼古城，是宙斯的儿子皮尔修斯所发现的。皮尔修斯就是呢，你如果有去土耳其蛇魔女有没有看到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如果有去过历史当中有一个叫蛇魔女头发是蛇一样的美丽与哀愁里面提到取下蛇魔女手机的那一号人物就是谁？皮尔修斯所以讲起来是不是历史开始牵连了两者会这个充满神话的国家这么人一脚踏入的希腊神话的世界里，令人不得不叹气这个究竟在1874年，德国的苏利曼，也就是我们把它称为考古学之父，发现这里之后，2年公布的惊人结果，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迈锡尼古城。这个发现消失已久的黄金城，最厉害的就是什么？阿加曼农，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地方的黄金面具储藏的地方，以及大批的黄金饰品，当然现在不留在这儿。著名的黄金城就在这，阿加曼农也正是古希腊特洛伊木马屠城战争中女主角海伦的哥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旅游的市场当中呢，你可以看得到什么土西埃、土耳其、希腊、埃及，因为这里有爱琴海文化，了解所以呢，在这边呢，如果你真要串联这个历史，希腊、土耳其、埃及是一条连在一起可以串联历史的地方。如果你去看过的特洛伊，你再往上一点点，你就可以看得到战争女主角当中海伦的哥哥，也就是阿加曼农在这里呢，又可以看得到克里斯。再了解一下木马屠城的故事，就这样来看完之后呢，我们前往下一个地方，它也是另外一个著名的古城区。这里是希腊曾经闻名的旧首都，它叫做纳夫普利。那我们现在来到了纳夫普利翁老城区这里是一个有故事的旧首都，纳夫普利翁就是希腊的旧首都，它也是目前热情又浪漫的现代化城市。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不是高楼大厦，我们看到的是它的老城区首都是记录历史跟凝聚一个力量的地方所以，当你今天你若行你这个纳夫普利翁，你其实无这个感觉，最严肃的感觉
这个古城啊，甲对家港啊，大概巴尔干半岛诶，这个克罗埃西亚哦，一点仔小港哦，杜布罗尼克啊，纳夫普利翁是希腊博罗尼斯艾半岛的一个海港城市啊，位于奔尼撒半岛的东北部哦，是现代希腊的第一个首都。阿尔格利斯州跟纳夫普利翁这个省的首府啊，哇，这个名字因为译音啊都不好念哦。纳夫普利翁小城得名于海神的儿子啊，那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地理环境的重要，也发生过非常多的战争，至今仍保留了很多在当时临近的威尼斯跟土耳其统治时期的要塞跟堡垒，所以这个地方诉说的什么沧桑的历史、老城墙、古镇。它也是希腊最漂亮、最受欢迎的其中一个城市哈。1823年，这里成为了希腊的第一个首都。如今呢，纳夫普利翁已经成为希腊被称为最浪漫、最热情的城市，也是爱奥尼亚海边最受欢迎的度假胜地啊。在这儿又是一样啊 ，relax、romantic， 海边散步，咖啡厅坐咧，啉一个咖啡啊，